家好，那我们继续来看第4章哈。那第4章的这个章名叫做 Quantum Teleportation。那这个 teleportation 的意思，它就是就是有一点距离的摇传哈，就是从一个距离很远的地方，我把它传送过去哈。这个你要说遥测也可以哈，或遥传哈，就是从有点距离的一个远距的一个传送这样嘿。好，我们叫做远距传送好了哈。那 the problem of the quantum teleportation 哈，那这个是一个很典型的这个量子的一个演算法这样嘿。好，那我们来看这个题目这样哈。那因为在整个量子里面，就是说我在前面讲过说什么哈达玛 gate 啊，什么希纳 gate 那些都很重要嘿。那到底他们会形成一个什么样的现象这样嘿？那中间最有名就是说，我在前面有讲过说那个叫贝尔 state 哈，贝尔态嘿，那它会形成一个这个量子纠缠嘿，所以我们就来看看这一个利用量子纠缠怎么去达到我们要的一些量子计算哈，或者量子演算法的一个厉害的地方这样哈。好，那有这样的一个概念，我们就开始来做一些背景的交代，就是说在1970年代的时候，那时候就很多专家在做这一个 cryptography 哈，就是说这一个就是密码学没有 cryptography 的这样的一个密码学嘿。那密码学的话，就是说他们就讲说，我们会有很多系统，比如说现在可能我们有一些系统有些系统，那有一些策略有些策略有没有看出来嘿？还有种的不同的一些机制出现这样，那这样系统可能有这个 A 系统啦、B 系统啦、C 这个点一样，那策略也是一样，也有 A 策略B 策略C 策略点嘿。那可是要讲到这个密码学的话，它原则上就是被发明来给人用，所以他们后来就干脆就取了一个比较有人性化的名字这样嘿，所以干脆就是把这些系统策略相关的那些机制呢，就开始给个名字比如说系统 A 呢，就用什么爱丽丝来代表嘿，就是用一个虚拟的来代表这样嘿，所以它很可能它是一个 hypothetical entity 嘿，它可能是一个假设的一个 entity， 或者说它是一个代理嘿 agent 嘿，那甚至是一个系统，甚至是一个什么一个 game 种有没有嘿？不管怎么样，就是说它是就是涉及到某一些 activity 嘿。那不管怎样，就是说他就开始用这个拟人化比较具有 human 的一个机制来弄这样嘿。那相对呢 Bob 就代表 B 这样所以这个就是代表 A 所以 Bob 呢就代表 B 这样嘿。那更甚的话，就是说甚至还用什么 Chalice 这个用代表 C 这样Diana 的话用 D 来代表那甚至 Eva 这个那所以他们就是说用这样来解释这一个整个相关的这个密码学，或者说一些系统上面的一些相关事情那讲会比较贴切比较像人的那种味道这样好，那这样的话就是说首先我们就要来看看我们的量子纠缠啦那量子纠缠里面，我在前面也一直在跟各位讲过说在文献里面很有名就是这个 Bell States 贝尔态有没有这个 Bell States那贝尔的话确实很厉害，他们的发表很多的那个理论出来嘿。好，那里面就是有一个phi 跟 phi 这个 phi phi 的话有 phi plus 跟 phi minus 那这个平常我们就习惯把它这个跟前面那个加态跟减态是不一样这个是属于哪里？属于 C4 这个是等于四维空间这样嘿。那四维空间我在前面有跟各位讲过说，四维空间的意思是说，他想要看两维空间的向量之间的纠缠态那两个二维向量空间的那个纠缠在一起，那纠缠出来的结果就变成一个四维这样嘿。那这个四维的话就没有办法用两维的那一个tensor product把它表现出来嘿，所以它是 non-separable所以我们在前面已经证明说根号2/10014 non-separable 嘿，所以它们是纠缠的。那同样就会有一个100-1这个是 phi minus 嘿。那有些论文它用大写的符号，有些论文用小写符号，
所以我这样一并呢，就把它整理出来给各位看。那还有一个 phi 那这个也都是一样属于 C4那还有一个phi minus 所以可以看出来里面的整个向量的一个结构，向量的结构这样好，这4个的组态这样好，看到这边的话要讲演算法，我们就要开始这个要有点品味因为这个开始就要欣赏这个传统人家写出来演算法这样所以他就干脆把这4个纠缠态贝尔态的话，他们把它叫做 E bit， 那 E 就是 entanglement bit， 或叫 shear redundant which can be provide 这个应该是can provide 这个应该把它拿掉 can provide keys for the sake of 什么 encryption这个很难念这个可能我要再去纠正一下我的发音这样好，那 OK， 所以原则上它是4个纠缠态那他们就简称叫 E bits那再来的 problem about private and public keys will be discussed at the end of this chapter to find the corresponding issue of information security。 那这个有关于他提到这个 private key 的部分的话，是因为这一份讲义我们从头到尾的话，我们就是 follow IBM 的那个 solution 在教授这些 programming 的设计所以 IBM 的话，我们在前面也讲过 composite， 更前面是讲到那个这个相关的 Qiskit那这些东西的话，都原则上的话都是 IBM 它提供很多的那个教育训练的这一个teaching material 在线上这样所以他就讲到说这里的话跟 private key 有关那当然这个密码学这一块，我们可能后面会再花点时间去做说明这样好，那我们来看看到底这是什么问题这个问题到底是什么呢 ？OK， 就正式来看一个量子有名的一个 algorithm， 那前面都是一些铺陈的那更基本的那些小演算法，怎么随机变数那个乱数啊，什么一大堆那个以后有机会我们再来补充这样所以我们因为时间有限，我就挑了几个比较典型的演算法来跟各位做探讨。好了，第一个就我们的问题是这样就是说爱丽丝Alice sends a qubit to Bob， 就是爱丽丝准备送一个这个一个 qubit 给 Bob by sharing entangled quantum state one qubit along with two classical bit， 意思是说他就是第一个就是说他怎么样呢？他们分享一个因为他前面讲过他是一个 private key， 就是说他分享一个 E bit， 他们两个分享事先就讲好，比如说我们就约好了那在两个怎么样呢？在两个传统的这一个就是说这个是我们的那个 classical bits 就是说总共那等于说我们就会有一个还有2个3个的一些data， 它互相就是说事先就先有一些基本的那个分享出来这样好，那这个在 IBM 的官网上，它就为了要让各位比较容易了解，就画出一个图出来那因为有很多课本在描述这个问题的时候都没有描述非常好，那不知道是因为我前面看的比较多的那个不同的课本的撰写方式，那最后在看 IBM 的时候发现比较容易懂，还是 IBM 比较容易懂呢，还是因为看的比较多又比较容易懂，这个就不知道了那原则上IBM 我看了以后就觉得写的还蛮好的，比较容易表达我们要的观念这样好，我们赶快来看一下，那他就说分辨出来就是在这个频道之上的话是属于 Alice， 在这之下属于 Bob， 所以你看一下这个符号，各位要注意一下有没有。那这个时候你就是说，那就是说 Bob 有 Bob 的一个，所以我就把这些都是我们叫做 channel， 我们叫 channel， 我们看出来，我们叫 channel 这样所以原则上呢，那这边呢也有一个 channel所以这个也有一个 channel， 就是说它有2个 channel， 2个 channel 这样好，那这个我们就先欣赏一下这个例子它所展示的那中间就是一个很重要，就是说爱丽丝要送一个什么这个 phi 的一个什么一个quantum state quantum state 要送给什么？送给这个 Bob， 送给 Bob 那中间的话怎么就是他们事先就已经讲好了A 跟 B 他们有一个什么有个纠缠态就是它的什么呢
private key。因为它这是 IBM 的讲法，为什么是 private key？ 我们后面就再来深度的探讨一下。好，这个是它的问题。所以记得一个关键，记得一个关键，什么关键？就是这个是他们已经事先就先讲好了，所以这个他们就走到天边海角的话，他们都已经知道说他们有一个纠缠的一个态在他们身上这样。好，那这个时候就是说，我们就来看一下。说爱丽丝跟 Bob share an E bit， 这个5 plus corresponding to the pair A 跟 B，A 跟 B in advance， 所以这个时候就很麻烦，就是说在他的讲义上面有几个名词，他并没有讲得很清楚，所以我在写的时候就有点小麻烦，就说到底它是，比如说这是一个 channel， 那 channel 的话就是说，它有它的 channel name 跟 channel 的 state， 就是说 channel 的名字或 channel 的那个状态。好，那这个没关系，反正我们有知道这样的一个差异性，后面在读的时候就可以知道。比如说这个 A 跟 B 是 channel name 呢，还是 channel 里面的那个状态？我们注意一下就好了。好，它的意思是说。在 A 跟 B 这两个 channel， 你们看出来那他们呢中间会有一个量子纠缠态在里头，躲在里头这样那是怎么样形成这个量子纠缠态？待我们后面再来看一下再看一下这样就是知道说它中间的变化。所以这一点的落实是怎么样落实就是说这一件事情是怎么表现在整个网络上面这个整个电路上面呢？我们后面再来慢慢的探讨。那这个也是说。对初学者来讲比较容易搞混的比较不容易入门的，那我们这边就慢慢来讲所以这一章我会花多一点时间来说明这样那没问题的话呢，我们就来看一下，就是说，那他就多了一大堆 gate 那这些 gate 后面我再来逐一说明这样因为这个细节，比如说这边就已经出现了一个CNOT gate 这个我们讲 CNOT gate 有没有？这是一个 Hadamard gate。这是 Hadamard gate 那这是一个 X gate 这是一个 X gate 那这个是一个什么？一个 Z gate 那前面都已经有定义过没关系，我们后面再来讲。那为什么这么兜？第一步就先去enjoy 它的一个表现方式就好了。那为什么能够兜出来？这个以后有什么样的这个 philosophy 以后再说了所以我们就先欣赏第一个的案例所以这个时候爱丽丝呢want to send or notice， 她想要送或通知。这一个 qubit 的这个phi on channel Q 所以 channel Q to Bob 所以我这个时候就是 Q 很可能就是 channel 的 name 的to Bob。那 who does not know the channel 就是说Bob 的话，他也不知道说这个 channel Q 上面的内容是什么，因为他不能让他知道，因为我可能送。某一个内容那但是瞬间送的时候，对方马上可以收到所以记住这一句话，就是说当 A 要送的时候呢这个 Bob 并不知道所以因此呢这个 Alice does not physically send the message Q2， 那这一点是比较没有办法接受，也就是说他事实上是没有送真正的信息过去这样and send the message to 这个 message Q这个 to Bob and only send 2 classical bits， 那这一点好不好就不知道了他只送2个传统的 bits 给 Bob， 那 Bob 就知道了就知道，比如说我们知道说这一个闪电打雷那当然就是这个信号会出现，就大概告诉我们说快要下雨了，例如这样的那当然这个有时候闪电打雷之后也不见得下雨了那这个原则上它就是我送2个传统的这一个 bit 给Bob， 那 Bob 就知道说，我就送的这一个量子的那个 data 是什么这样子那这个是有点悬那没关系，这个那各位慢慢的来理解这个中间的变化就可以了好，那首先的话呢 ，Alice 呢就让一个 CNOT gate to 就是说因为 CNOT gate 它是四维的那个linear operator所以它要都在2个2维的那2个2维其实就是2维乘上2维因为我们在前面讲过它是2乘2的 input 所以等于说它架在跟 A 跟 Q 上面那
我就前面就讲过说，它有时候很伤脑筋呢。比如说这个是 Q0， 这是 Q1， 那上面有一个 operator 在这里有没有？上面有一个 operator， 嘿，随便一个 operator 好了，就随便我们 operator 好 x1 了哈，operator x2 好了哈 ，x1。那到底它的做法是 x1 tensor product x2， 或者是 x2 tensor product x1？那这个书我们这边就待会符号就会出现一个争端哈，没有关系，反正到底开车是靠左边还是靠右边？那全国统一以后就好了嘿。那这个的意思是说，我先算我的应该是怎么讲？就是说，按照我们的那个矩阵计算，这个是先算，这个后算嘛。那这个是先算，这个后算这样嘿。所以它有它的一个符号的变化哈。那这个没关系，后面我们来萃程式码再说了。所以它就先兜了一个什么？它就在这个 channel 上面呢。就先兜了一个 CNOT gate， 有没有？然后在channel AQ 上面呢，它就兜一个什么？兜一个 Hadamard gate， 好然后去观察它，让它量子坍缩。那量子坍缩出来的话，就变成怎样？那量子坍缩的话，等于是说，爸爸会看到量子坍缩的符号这样嘿。那我看看我们下一页就告诉我先到下一页，没有关系，这个我们再看看，因为我没有把它 mark 上去，这样嘿。那量子坍缩以后的话，就是说，它就是会形成一个 A 及 B， 有没有？嘿，那这个时候爸爸就可以看到了。那看到以后呢，他就可以决定说，我要来启动我就是说，类似我 A 跟 B 的话，我就来开哪一只钥匙，开 X 呢，还是开哪一个箱子？开 X 这个箱子，开这个 Z 这个箱子，那就可以得到我要的这一个式子。为什么？这个后面我们就逐一来看哈。乍看之下好像有点悬但是你把玩个几次以后发现呢也很 trivial 所以那 Alice 呢就开始量这个Alice 他就开始量这个上面的两个 channel to obtain the two classical output A 那这个他就讲说 for channel A， 所以这个得到 A， 嘿，有没有？那得到 B 呢？去量这个得到，那他就这个是 B 他在上面就讲了嘿。就讲了这样，就是说量测因为这个 read 以后就量子坍缩，嘿，就是 collapse 就得到 A 跟 B 这样，嘿。那这样的话呢，他们就讲好了，那 B 呢，就是 Bob 呢得到怎么样？得到了这个 A 跟 B 的子之后，他知道说他要把这个排列组合去开这个箱子怎么开，嘿。那他竟然这样开了以后，就跟他送出来这个信号，就是说这个时候送出来信号竟然解出来是一样的一个结果，为什么呢？在我们要来整个这一章整个要讲这一块哈，那他的意思是说这个是 A 的他讲说这个是 A 有没有？这个是 B 他刚刚讲的，他说 Bob receive A and B to make the following possible decisions。如果说 A 等于1的话那 Bob 就怎么样？就让X gate to A on the channel B， 也就是说，当他得到这一个什么？得到这一个A 的时候呢，他就启动这一个式子这样嘿。那如果说得到 B 呢是1的话呢，他就怎么样？他就启动这一个 gate 这样嘿，这样 gate 那这样就没有关系，就是说，那你问我说，那如果两个都是1呢，没有关系，就是说，他就会先算这个，再算这一个。所以那我们后面呢就会有这个比较明确的一张表来说明，有没有？所以当你这个排列组合，那这个是我的 A， 这个是我的 B。所以当你发现怎样？如果说两个都是0的时候，那两个都是0的时候怎么样呢？我就直接就 passing through 了，就得到的是什么？是 identity mapping。我再看一下，这是我的 identity 有没有 ？identity 嘿，就是说不变这样嘿。那如果说0、1的话，那这个 A 如果等于0，表示这个地方不 work，X 不 work， 那只有什么呀？只有 B work， 所以只算 Z。那如果 A 等于1的话 ，B 等于0的话，就只算 X 不算 Z， 所以就得到什么？只要得到这一个 X 嘿。那所以那如果说又1的话呢，就是算 X Z 嘿。那它的做法很明显，就是说记得它因为它这个随时它没有忘记，就是说 ZX 的意思是怎样？就是说按照我们图形画法是怎样？是 left to right。但是计算的话要怎么样？要 right to left。所以他并没有忘记他并没有忘记这样嘿，所以他就很特别注意这一件事情这样嘿。好，那刚刚讲的漏等嘿，这样的规范就真的能够保证说它
Alice 送出来的是 phi 的话，那这个 Bob 收到会就是 phi 吗？是所以我们后面要来花点时间去证明这样那就是记得一个原则，这是大家我给各位一个比较完整的一个 example 从 IBM 的网站上把它整理下来给各位分享。那就是说先 enjoy 就先分享，就是说先去欣赏一下这个例子。那这个例子是很有名的那个典型的例子，这样好，那我们就先把这一个例子的这一个问题先说明清楚，那后面再来逐步分析为什么这一个 Alice 送出来的是 phi 的这一个 quantum state， 那 Bob 会得到的是一个 phi 的这一个quantum state。好，那我们就先这一节就先在这边结束。